因为自己长相普通没人要，女孩便开始自暴自弃，不再顾及形象。可这也让她在学校里更加没有了存在感，甚至会有陌生同学直接坐到她的腿上。I'm sorry, I didn't see you. 而她刚想找闺蜜倾诉委屈，却意外看到了心仪的男生与别的女生举止亲密，她也只能目瞪口呆，眼神痴痴地望着。可相比于她不出众的外貌，更严重的是她心里怯懦的性格。明明是一场最普通不过的班级辩论赛，安妮站在台上后却结结巴巴，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，甚至因为太过紧张，身体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反应。最后只能在众多同学的嘲笑声中，无比狼狈的仓皇逃离这场辩论赛活动。安妮就像一朵藏在山谷里的幽兰，不敢走出山谷沐浴阳光。她也在心里准备就这样平凡的度过自己普通的一生。可就在她16岁生日时，母亲却来到了她的身边，告诉她有一个从未见过的奶奶从欧洲千里迢迢赶过来，想要看她一眼。安妮从小父亲便已离开人世，在她的记忆里除了母亲，她从不曾记得还有其他亲人的存在。她也不明白并不亲近的奶奶此时来看她干嘛，可毕竟是长辈不远万里赶来看她，安妮也只能答应母亲。隔天她便拿着母亲写给她的地址寻找了许久，却怎么也没想到奶奶竟然居住在一座巨大的豪华庄园里，甚至还配备着当时并不普及的全天摄像头。一进门，安妮就被眼前所呈现的一切震惊得目瞪口呆。不仅有指引她的绅士管家，还有安保人员对她进行搜身检查。在安妮的脑海中，父亲从未接触过这样的世界。房间中的装饰不仅极其严谨苛刻，桌上的花果都必须是新鲜且毫无损坏的。没过多久，安妮就第一次见到了自己奶奶，她的全身散发着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优雅气质，那是安妮从未曾见过的高贵与典雅。她也忍不住夸赞，而安妮也满心欢喜地等待奶奶的夸赞，却没想到是如此扎心。 You look so young. Thank you. 还没等他们寒暄几句，奶奶就送给了安妮一条古董首饰。但涉世尚浅的安妮并不懂其中的价值，自己的一举一动也无疑彰显着无力与粗暴。I will take good care of it. Now, what did you want to tell me? 为了让安妮知道秘密后显得不那么紧张和局促，奶奶特意将她带到了花园，告诉了她是一个欧洲小国公主的秘密。 Nevertheless, you are the princess, and I am Clarice. Clarice Villeneuve. Me? A princess? Shut up! 原来奶奶此时年事已高，无法再承担重任，而安妮又是父亲唯一的孩子，所以根据他们国家的法律，安妮便成为了唯一能够继承王位的继承人。而她的母亲为了能够让她平安普通生活，才一直对她隐藏着这个秘密。 因此，奶奶此次前来就是为了找安妮继承王位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安妮不敢接受，脸上写满了惊愕与难以置信。没等奶奶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，她就像一只受到惊吓的小鹿，仓皇失措地逃离了花园，头也不回地拼命跑出了别墅。安妮无法接受身份的突然转变，也感觉自己根本无力去胜任公主这样尊贵的身份。她只想当一个毫不起眼的小人物，过着平平淡淡的人生。这也是她这么多年以来早已习惯的生活状态。为了能够安抚安妮那躁动不安的情绪，妈妈也只能满怀愧疚地向她道歉，并表示这本是准备在她年满18岁的时候才会向她透露的秘密。可现在由于奶奶的身体越来越差，也不得不提前将这个秘密向她透露。第二天一早，奶奶就来到了家中，在母亲真诚的劝导与奶奶恳切的求情下，尽管安妮心中依旧有着诸多的不情愿和抵触，但她也迫不得已答应他们，尝试变成一位公主。而性格内向，一直以来都是随性且散漫的安妮，也不得不毫无准备地接受这一次的大改造。在设计师与奶奶的监督下，安妮第一次接触到了礼仪的世界，从平日里最为普通的站姿到早已习惯的走路姿势，每一个细节都被重新规范。从自己的言行举止到脸上各种滑稽的表情，都有着奶奶严格的标准和要求，更不能弯腰驼背和翘二郎腿。 Never cross their legs in public. Why don't you just tuck one ankle behind the other and place the hands gracefully on... Charlotte, I think it's time for tea.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安妮都会有专人接送，可她却连最简单的裤袜都穿不好。在用餐时，她也必须将后背挺直，而且桌上的每一个物品的摆放和使用方法，都需要她牢牢地记在心里，绝对不能因为疏忽而闹出笑话。在宫廷舞会上，更不可以用头来打牌，必须要时刻保持自己端庄优雅的淑女风范，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失态。这也让随性惯了的安妮感到了无比头痛。可是时间紧迫，很快就会迎来一场至关重要的皇室聚会，奶奶也只能对安妮的改造进程加快速度，直接到最后一步进行外表的全方位改造。专业造型师第一步就撤下了安妮习惯佩戴的厚重大眼镜，让她以后都换上隐形眼镜。 Now you do. You broke my glasses. You broke my brush. 接着便清理了毫无规律、肆意乱长的眉毛，全方位的面部护理自然也是不能缺少的重要环节。女人最喜爱的美甲也必然不能落下，甚至就连脚趾头也必须进行改造，似乎真的是要做到全身全方位无死角的改变。Oh no, it's exhausted.
Because Majesty, only Paolo can take this and this and give you A princess. 看着面前玲珑有致的安妮，奶奶的脸上不由自主地浮现了满意笑容。她也难以置信地转过头去，看到了16年来从未见到过的自己。在第2天去上学的时候，闺蜜与弟弟也抓住机会搭上了安妮的顺风车。可当她看到安妮那绝世容颜的脸庞时，卡尔一瞬间被惊艳到发不出一丝声音。Michael, don't always think you can get a ride with us. Boy, who destroyed you? 闺蜜坐上车后，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安妮将她抛弃了。明明之前说好了要一起丑下去，可是安妮却嫌疑不上岸，背着自己完成了令人惊叹的变美大改造。You're morphing into one of them. 闺蜜的一言一语让安妮刚刚才连根拔起的自卑与懦弱，又重新在心里悄悄地生根而起。她也不自觉地流出了难过的眼泪，而她的一举一动也都被细致的司机看到了眼中。在送到学校后，她拽住了安妮，告诉她，没有你的允许，没人能使你自卑，哪怕你经历过无数次的糟糕情况也不行，更何况你现在是一名公主。尽管司机的话语给予了安妮许多安慰，但在进校门前，她还是怯懦地戴上了一顶帽子，因为她不想再因为改变而引起别人的注意。然而即便她如此小心翼翼，却依旧会有人想要找她的麻烦。平日里总喜欢刁难她的后桌女生，也趁机向老师告状安妮戴着帽子导致她看不清楚黑板。迫于无奈，安妮只能将头上的帽子摘下。然而在她摘下帽子的瞬间，一头顺柔如丝般的棕色秀发轻轻地垂落在了她的肩头，她隐藏的所有美丽也在这一刻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了众人面前，仿佛是电影中的女主角突然来到了这平凡的课堂之上，而同学们曾经对她的那些嘲笑，在这一刻也完全变成了接连不断的惊讶声。曾经最没有存在感的女孩瞬间变成了最闪的星。还没等安妮适应同学的转变，隔天上学她就遭到了一大群记者的疯狂围堵。很明显，她的公主身份已经被某人透露了出去。看着报纸上刊登着自己的照片，安妮只觉得大脑一片空白，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去处理这突如其来的状况。幸好奶奶及时赶来化解了她此时的困境，可这也让刚刚有所改变的安妮再次变得更加自卑。她确信自己无法应付记者，更无法接受别人看她的目光。她心里的梦想也只不过是顺利的读完大学，但司机却又来到她的身边，告诉她没有人能放弃做自己，即使你是一个公主也不行。转眼便到了晚宴举办的时间，安妮身穿一袭高雅而华美的蓝色礼服，脸上带着真诚的笑容，努力地营造着自己公主的形象，与每一个贵族都礼貌而谨慎地打着招呼。终于在所有人到达后，她才得以顺利地坐到了餐桌旁。可这时她才迎来了真正的噩梦，因为与身边的众人聊不到一起，她鬼使神差地点燃了手边的请帖，而后竟然丢到了身边的贵族身上。由于太过紧张，她惊慌失措地将客人的胳膊果断放入了身后的冰桶之中。可还没等这件事结束3分钟，安妮就忘记了刚刚的尴尬之举，因为一颗掉落的提子而钻到了桌布下，导致了这场晚宴提前画上了不圆满的句号。奶奶特意筹备的晚宴就这样被安妮给毁了，而众人面对此时这尴尬且无声的氛围，也只能强颜欢笑，试图替安妮化解这次狼狈的初见。等到安妮回到家后，她更加确定了自己不适合当公主的念头。可在第2天奶奶来到她家后，不仅没有责怪她，反而还想要和她一起去外面玩耍一番。因为她看得出安妮内心太过紧张，而她脸上难过的表情也早已诉说了她的想法。为此，奶奶穿着一身朴素的便装，想要和安妮体验一天普通人的生活。而为了让安妮与自己更加亲近，奶奶也隐蔽了身上所带的女王气场，无所顾忌地与安妮在游戏厅中玩耍着。而这种发自内心的笑容，仿佛的确只存在于人们最平常普通的生活中。随后他们一同拍下了搞怪的大头照，奶奶也好奇地撕下了一张当做了与安妮的美好留念。最后他们来到了一处风景绝美的海边，奶奶告诉安妮，她曾经也是一个像她一样的女孩，但一系列的机缘巧合，她也被迫当上了女王。可这并不意味着是一件好事，因为权力可以让她得到所有，却唯独让她失去了自由，而这份责任也是我们所必须承担的。安妮聆听着奶奶的教导，脸上的神情显得有些懵懂，但又似乎隐隐约约明白了其中的深意。然而今天的她并不想去深入思考这些，她只想让奶奶尝一根自己最喜欢的芝士热狗。 It's delicious. Really? Mm-hmm. Oh, okay. Well then, let's get another one. 从那天之后，安妮再也没有戴过帽子，变得更加自信阳光。因为公主的身份在学校中传开，她毋庸置疑成为了最受欢迎的女孩。曾经总是想方设法欺负她的后桌女生，也在媒体前成为了安妮最好的同学闺蜜。而曾经都没有注意过她一眼的心仪男孩，也果断脱单来到了她的面前进行搭讪。经过一番甜言蜜语，仅仅只是改变了外貌的安妮，在这一瞬间便深深陷入到了她的温柔乡之中，没有任何思考，没有任何犹豫，她便直接答应了周6与她约会的邀请，甚至会开心到起飞，完全没有想过对方是一个渣男的本质。因为找不到闺蜜分享这份喜悦，安妮只能来到卡尔面前分享刚刚所接受的约会。
然而卡尔听后脸上却显露出了失落，随即便邀请安妮参加自己的演唱会。但头脑发热的安妮无暇顾及其他，只想准备这次周6的约会。I could come by the garage next week and listen to your band play then. All right? Oh, yeah. Yeah. You okay? Yeah, I'm fine. All right. Well, I have to go, but thank you so much. Bye. 安妮的内心此时十分激动，但另一边的卡尔却在独自黯然神伤。为了与男神约会，安妮试了一身又一身的衣服，甚至开始期待他们两人接吻，像电影中那样，女主总会幸福地翘起一只脚，那她才真的幸福到了顶点。在沙滩约会的这天，安妮为了维护自己的公主形象，最终还是选择了一身相对简单的衣服，但她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掉进了男神的陷阱之中。等到傍晚的沙滩舞会上，她也依旧满脸开心地享受着对方带来的各种甜蜜。可就在这时，一架直升机却突然带着记者飞了过来。为了保护安妮的隐私，男神假模假样地带着安妮跑开了，直到在一间装满工具的小木屋才停下了脚步。为了安抚安妮慌张的情绪，男神在她的面前轻声细语，温柔安抚着。安妮原本慌张的心也不知不觉变成了紧张和害羞。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男神也主动靠近，想要将安妮彻底拿下，而安妮也满心期待的浪漫地抬起了自己的左脚，却因为被渔网缠绕打破了她原本的美好情绪。在之后的时间里，他们待在木屋中，一直看到飞机缓缓离开后才准备离开。 So what do you say we go find a more romantic spot? 随后安妮就跟着男神走了出去，然而她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，周围竟然早就已经围满了偷拍的记者。男神看到这一幕后，脸上写满了开心兴奋，并且还拦住了想要躲避镜头的安妮。更过分的是，在众多记者面前直接将安妮强吻。就在这一刻，安妮才恍然明白，自己一直喜欢的男孩竟然只是一个妄图通过她而爆红的无耻渣男。挣脱开渣男的控制后，安妮奋力地冲出了人群，她想要赶紧去换身衣服来躲避这些偷拍，可偏偏就在这时，恰好遇到了后桌那些总是欺负和嘲笑她的女生们。当得知安妮的遭遇后，她们慷慨地给予了援手，将自己的衣服给了她让她换上，甚至还表示可以在更衣室外替她望风。可是安妮刚进去，还没来得及向她们表达感谢，三姐妹就直接喊来了所有记者，并且当着众人的面直接将更衣室掀了个底朝天，让刚成为公主的安妮直接被推上了风口浪尖。在这本应是充满开心与幸福的月圆之夜，安妮却只能无助地蜷缩在母亲温暖的怀中痛哭流涕。她只想平凡普通地过完一生，就像海边那不起眼的一粒沙石一般，悄悄地躺着，不想去成为那璀璨耀眼的珍珠。可现在发生的一切都远超出她的意料。等到了第二天，昨晚的遭遇很快便刊登了报纸的头版头条。普通的派对约会被描述成了放纵狂欢，这使得她直接失去了民众心里的公主形象。但奶奶看到报纸后并没有责怪安妮，只告诉她自己身为一名皇室成员，就必须要为自己犯下的错误负责。有些人就是她成长路上的绊脚石，而她在前进的道路上也必定会遭受挫折。听完奶奶的话，安妮并没有释怀，毕竟她还只是一个年仅16岁的女孩，她只觉得自己让家族丢失了颜面，也让最亲近自己的人感到了失望。临走前，安妮看着奶奶办公的样子，就在那一刻，她也彻底的觉醒了。决心不再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，不再成为他人随意摆弄的刀俎。在学校的棒球比赛中，面对渣男那充满恶意的模仿挑衅，安妮也决心让他好好尝尝痛苦的滋味。曾经欺负侮辱安妮的三姐妹，也遭受了安妮看似不经意间绊倒的有力反击。You're such a freak! Yeah, I am. But you know what? Someday I just might grow out of that. But you will never stop being a jerk. 了解情况的同学也都开始为安妮加油打气，但尽管安妮对他们一一完成了反击，可她最想找到卡尔向她表达心里的歉意。然而卡尔却不想再与安妮接触，因为他感觉自己永远不会与皇室成员有任何挂葛。看着卡尔以调侃的姿态离开的样子，安妮在这一刻也真的深刻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欲戴皇冠必承其重。这天，奶奶来到安妮面前，告诉她，下一次的贵族舞会上，她准备宣布关于继承王位的命令。紧接着，奶奶便将安妮父亲的珍贵遗物交到了她的手中。然而安妮一想到自己在班级里参加辩论赛都会紧张害怕到呕吐，就更不用说让她站在一个国家的面前去介绍自己了。 Amelia, you wouldn't stop driving your Mustang just because a couple of insects hit the windshield, would you? 尽管奶奶十分看好自己，但心里的懦弱与自卑还是让安妮萌生出了赶紧逃离的念头。可就在她收拾东西的时候，一封信从父亲的遗物中掉落到了地上。安妮打开后，惊讶地发现这竟是父亲写给她的叮嘱信，上面写着对她未来的嘱托与信息：我最爱的女儿，或许此刻你正在经历人生中最关键的时刻，你肯定会在这其中感到左右为难、痛苦纠结，但是你一定要清楚，这是你必然要去经历的一段故事。向前迈进也许并不会让你立刻获得成功，然而退缩却一定会让你收获失败。 I also want you to know I loved your mother very much and still think of her often. Happy birthday, my Mia. All my love, your father.
父亲的话宛如温暖的春风一般，悄然地吹走了安妮心里的迷茫与彷徨。她也随之清醒地认识到，人生是如此的短暂。既然如此纠结于当下，为何不勇敢地放手一搏？她慌张地跑出家门，尽管屋外正下着倾盆大雨，安妮也顾不了那么多，心急如焚，赶忙向会场赶去。而在另一边，卡尔收到了一份外卖披萨，他满心疑惑，因为自己并没有购买披萨。可当他打开看到上面用糖果摆着对不起后，他也瞬间明白了安妮的心意。由于在会场中奶奶迟迟都看不到安妮的身影，他也只能无奈地准备先取消这次的继承仪式。可就在他准备开口讲话的那一刹那，全身满是雨水的安妮终于赶到了现场。在场的所有人都被她此时的样子给吓到了，不敢相信一个公主就这样来到了这里。但安妮的出现还是让奶奶十分高兴，她清楚安妮已经战胜了曾经的自己。随后，安妮在奶奶的邀请下，她站到了演讲台上。尽管她依旧紧张的结巴起来，心里依旧有些畏惧，但看着面前众多的贵族和母亲满是泪光的眼神，她还是勇敢地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。虽然她的初次演讲没有那么完美无瑕，但安妮还是努力讲到了最后。她敢于讲出那不堪回首的曾经，也敢于坚定未来奋斗的方向。这坦诚的发言也无疑赢得了所有贵族的掌声，而她也在母亲满含欣慰与骄傲的注视中，戴上了璀璨夺目的王冠。Grandma, but you had it already. How did you know I'd even be here? Because I recognize the same spirit in you as someone else I know. Who? Me. 之后，安妮换上了一身洁白如雪的公主裙，在奶奶的带领下，优雅地走到了舞池的中央。然而此时的安妮需要一个舞伴，她环顾了一圈四周，心中本以为自己或许只能与一个陌生人结伴共舞了，但最终好在一直默默帮助她的卡尔及时地赶到了现场。他虽然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帅气迷人，也一直没有与安妮发生太多的故事，但他却是在安妮还没有成为公主之前，就无条件偷偷支持她的那个男孩，无怨无悔，始终陪伴。也正是如此，才终于在与安妮聊天的过程中，完成了他梦寐以求的亲吻。而安妮也终于能够像电影中所呈现的那样，幸福地抬起自己的脚尖。无论你是不是公主，总会有一双深情的眼睛只为你而长久地停留。无论你头上有没有戴着那璀璨的王冠，在那双眼睛里，公主的光芒也不及你的1/1000耀眼。也许普通人一生都难以真正成为公主，然而总会有那么一个人，会将你视作心中独一无二的公主。这个人或许是给予你生命的父母，又或许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亲密伴侣。无论世界如何变幻，他始终会用最真挚的爱守护着你，而你也会将自己的全部柔情给予他。愿你找到心之所爱，心之所向。